嗨，大家好，今天我们要来探讨一个问题，也是最近很多学生问我的一个问题：中文到底难不难学？说中文容易，中文到底容易在哪里？说它难，它又难在哪里？或许你正在学习中文，又或许你正打算开始学习中文。我们先从中文容易学的地方开始说，这样呢也可以帮助你建立学习中文的信心。不要永远想着这件事非常难，所以我就不开始了。很多人说拼音难，中文的拼音虽然和英文的发音不太一样，但是它的规则相对来说比较简单，基本上可以用26个字母来表达发音。当然，它有不同的声母、韵母。了解拼音的发音规则，汉语的听说对你来说相对来说可能会简单一些。而且汉字里面有很多相同的拼音，那其实你学会了一个拼音，你就会读出非常多的其他的汉字和词汇了。所以说中文的发音并不是特别的难，因为它本身的音节比较简单。有的人说中文的声调特别难，那在这个短视频里面，我有简单的教给大家一些学习声调的小技巧。大家看完这个视频以后，可以再去看看这个短视频。声调还在于不断的日常训练中，就像德语中的小舌音。我是怎么练习的呢？就是每天你喝水或者漱口的时候，都要像这样练习，就是这样嘴里含一口水，不断的练习。那中文的声调也是一样，你每天都要进行的这样的唱歌练习。慢慢的你就发现声调其实并没有那么难。第二个就是数字，我们从1到10都很简单，不像英语你说21还要说个 21 而不是 21。其实中文的里面就是很简单，2后面加个10，因为它是10进位，再读成21、22到30就是31、32，以此类推，不像德语那么复杂。比如说我们刚刚说到了21，人家不先说2，不先说10位数，而是先说个位数，先说1，再说20，21，是不是相对而言中文的数字就简单了很多呢？第三个，语法。其实我觉得中文的语法真的是相对来说简单很多，不像英语和德语有很多很多的过去时、过去完成时、将来时、将来完成时等等。中文里面表示这些时态用的都是一些词汇，看到这些词汇你就会知道它是过去式。比如说我吃过饭了，过和了都是表示一个动作的完成，过去的事情。我去过中国，那表示不是现在，而是曾经我去过中国。曾经这个词呢，也是表示过去。将来，比如说明天我要去中文学校，明天是表示将来的时间，要表示将要做的一些事情。我们再来看看它的句式结构。中文里面最常见的就是主谓结构，谓语可以是动词，也可以是形容词，还可以是名词。比如说下面3句话，我是中国人，我是主语，是谓语动词，中国人就是宾语，很经典的主谓宾结构。那谓语也可以是形容词，它很美，它是主语，美是谓语，形容词做谓语，很是副词来修饰美的程度。今天星期天，那中文里面80%的句子都是这样的句式结构。再记一些中文的固定搭配，比如是什么什么的，这个沙发是方形的，它都来用于描述一件事物。你记住一些具体的句式，不断的用它造句。其实中文的语法真的在前期的时候并没有那么难，反而是越到后面会有一些比较复杂的句式，但是它也都是根据简单的句子扩展来的。因为中文的语序基本上是固定的，没有太多词性的变化和时态的变化，所以真的不用担心中文的语法。
尤其是在我们的口语中，其实你根本就不会在你的脑子里面先想这个句子是怎么样的，就是一种语言习惯。第4个就是词汇。中文的基础词汇量并不多，很多词汇都是组合而成的，有一些简单的字组合形成了一个新的词汇，这就让你去记中文单词相对来说比较容易。当然，关键是你要找到记这些词汇的密码。比如说电和脑组合在一起就是电脑，鸡和蛋，鸡蛋，这个组合里面呢，前面的一个词来形容后面一个词，带电的可以从事脑力活动的，你可以这样去记忆，是电脑。那鸡生的蛋叫鸡蛋，鸭生的蛋就叫鸭蛋，鹅生的蛋叫鹅蛋。还有一些同义词，两个同一的字来表示一个词汇，比如美丽，它们其实都是 beautiful 的意思，那放在一起同样是 beautiful 的意思，美丽。困和难，困是被困住，也形容比较难做的事情，难 difficult， 放在一起同样是 difficult 的意思。再来一些反义词的例子，大小放在一起是大小 size， 多少多少，开关开关。还有一些呢比较有意思的词，比如眉目眉目，兄妹兄妹。还有一些词汇的扩展，一个字你可以想到哪些词，这些都是帮助你记忆词汇的办法。比如说回家，回来，回忆，回想。或者给你一个主题，你可以想到哪些词语，就是我最喜欢说的这个词汇网你要编织一个词汇网。比如说我说到脸，你就要知道眼睛、鼻子、嘴巴、头发等等相关词汇。所以说你找到记忆这些中文词汇的密码，那中文的词汇对你来说真的也就易如反掌，非常容易，就像翻手掌那么简单了。说了这么多，你有学习中文的信心了吗？我想答案应该是肯定的。那有人要问了，中文真的就这么好学吗？那为什么很多人都学不会呢？很多人都说中文很难呢。那接下来我再给大家梳理一些中文的难点，也是如果你要提高你的中文需要注意的一些方面。之前我们说中文很容易，它的拼音很容易，但很多学习中文的朋友经常会有一些发音的难点，比如说知、吃、诗这个翘舌音和滋、呲、丝这些平舌音的区别，还有前鼻音和后鼻音这些的区别，了这些甚至连中文是母语的一些人都掌握不好，你就要去重点记忆，这就要你花很多的时间去学习掌握。所以对于非母语者来说，需要勤加练习，并没有其他的捷径可以走。还有一点呢，特别难的地方是中文有很多的同音字和谐音字，相同的音，但是它的字和意思都不一样。同音字比如人、人们、人、仁慈、立、板栗的栗、例子 example， 老师上课让你举个例子，你可千万不要拿一个板栗出来哦。曾经有人就写过一篇文章，整个文章里面只有一个音节，同一个音节声调不同，就有这么多不同的汉字。看到这个文章你是不是很抓狂？不过平时我们真的不大会写这样的文章。多音字，同一个字却有不同的发音，也表达不同的意思。比如重，这个东西很重，形容词。重复、重叠，这道数学题你要重写一次。下面一个句子连 ChatGPT 都没法写出它正确的拼音，一行行、行行行，
一行不行，行行不行，表示一个行业你可以做好，那么所有的行业，每一个行业你都可以做好。如果一个行业你做不好，那其他的行业你都做不好。所以行在这里面有2个读音，行表示可以，行表示行业，行行表示每一行。第二点，语法。虽然我们之前说中文的基础的句式并不那么复杂，但是它的语法结构非常的灵活，不同于英语、德语等等。最重要的一点，在口语里面你会发现很多和我们的标准语法不一样的一些非标准化的用法习惯，所以也需要你花大量的时间去学习。比如说我们刚刚所说的主谓宾结构，语序不同，意思也随之而改变。我喜欢你和你喜欢我意思是不一样的。中文的量词可以归到语法一起，属于第2大类，都是语法类的。很多刚学中文的人分不清楚，所有的都用个。其实我们每一个名词，它前面描述它的这个量词一般都有固定的搭配，一张桌子，一把椅子，一根木头，一架钢琴，一台电脑。当然在这里你可以找到一些规律，也就是说我们的量词可以通过描述它的用途，它的形状有一些简单的规则可循。那第3点就是大家都会说汉字太难了，看看这些，你知道这些汉字都读什么吗？比如这个字 biang， 可是我自己是真的也写不出来，我相信很多母语者也不会写这个字。汉字呢有很多笔画，有些非常的相似，需要反复练习才能掌握。比如说我们小时候老师会让我们把一个生字写上10遍至少是，但是我们知道中文它其实是一个表意文字，它是由象形文字发展过来的，所以我们不妨利用象形字来学习一些比较有意思的汉字。汉字有很多个，但其实常用的并不多，我们需要掌握一些学习汉字的技巧。比如说手目放在一起就是看，人和木休，靠在树上休息。所以我们要善于总结这样学习汉字的方法，把难变成不难。第4点，重音和断句，这是你学习中文一段时间以后需要掌握的一项非常重要的技巧。我们来举几个例子。我以前喜欢一个人，现在我喜欢一个人。以前的时候呢，我可能偷偷的喜欢上了某个人，现在呢，我喜欢自己一个人待着。所以不同的重读和不同的断句意思也不一样。还有非常经典的一句话，用毒毒蛇，毒蛇会不会被毒死？如果你读成用毒毒蛇，毒蛇会不会被毒死？可能就没有办法区别这个字在这个句子里面不同的用法。所以首先用毒是指有毒的东西，名词。第2个毒是动词，毒蛇。第3个毒是形容词，是不是很有意思？最后一点呢，其实是文化背景。中文呢是一个非常富有文化内涵的语言，要了解中文的文化背景和内容也需要一定的时间。比如说中国的谦虚文化，比如别人夸奖你你长得真好看，中国人不会像外国人这样开放回答你对啊，你怎么知道我这么好看？别人会觉得你很自恋。我们都会比较用谦虚的方法，会说哪里。那如果说你是一个外国人，你不懂，你会觉得很奇怪，哪里？你哪里都漂亮，你哪里都好看。当然语言也在不断的变化，现在的年轻人也不这样回答了，大多数都会说谢谢你也很漂亮，你也很美。包括我们的儒家文化、道家文化还有佛教文化，中国的饮食文化、节日文化等等，还有我们的国粹、京剧、茶艺、书法，都需要你慢慢的去了解它，你会在其中感受到中国不一样的文化。讲了这么多，大家也都知道了，中文其实有难的地方，也有不难的地方。所以希望呢，大家要有信心学好中文，多看看它简单的地方，或者换一句话说，多用简单有趣的方式学习那些本来比较难的知识点。这也是我开设这个频道的初衷之一，当然这也是你学习中文必须了解的方方面面。
感谢您的观看，如果您喜欢我的视频，别忘了点赞、订阅、打开小铃铛，分享给更多的人。谢谢，我们下次再见。